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亲情与复仇情感交织展现，极致冲突。长安24计中，诚意哭戏表现出色，情节张力引发观众共鸣。故事一开始就抓住了观众的心，刚刚复刻杀父仇人的手法写认亲书，复仇的快感还没消散，谢怀安与父亲、妹妹之间的情感又让人忍不住鼻酸。要说长安24计为什么这么火，大概就是因为他把复仇和亲情这两种极端情绪揉得特别到位，你很难不被这种情感冲击击中。一边是刀刀见血的复仇，一边是让人泪目的人伦情感。这部剧不仅在央视、优酷、咪咕、奈飞同步上线，还引发了社交平台的大规模讨论。年末压轴剧果然有它的道理，不管是复仇还是亲情，都让人欲罢不能。其实这故事的根源特别简单，谢怀安原名刘知，他10岁那年遭了灭门之灾，虎臂岩凤山带人血洗刘家，父亲刘子温拼死把他送走，刘知一路逃亡，改名谢怀安，成了淮南县令主簿。他卧薪尝胆，等着有一天能把仇人一网打尽。凭着自己的才智，谢怀安得到了高乡的赏识，被推荐给新皇萧武阳，协助皇帝稳住江山。回到长安之后，他第一时间见到失散多年的妹妹白婉。白婉已经成为一名画师，跪在老师面前默默流泪。老师被虎臂威胁，写下反对新帝的诗，为了保家人，最后选择以死明志。白婉差点被金无畏带走，谢怀安借高香之力救下了他。白婉感激不尽，却不知道救他的人正是他哥哥谢怀安。谢怀安此时还不敢认亲，他要报仇雪恨，不能让妹妹卷入危险。两人之间的隔阂和思念就这么无声地交织着。白婉每年都和一位哥哥通信，虎臂成员青衣盯上了他，逼他说出通信人的下落。青衣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，他掌握了很多人的秘密。李宗翰演得让人记忆深刻，不悲不喜，不疾不徐，整个人像一团阴影，深不可测。他自认智商无敌，最后却栽在谢怀安手上。当谢怀安得知妹妹有危险时，立刻策马赶去。白婉认出他正是一直通信的哥哥，兄妹对视，眼神里藏着千言万语。青衣眼里带着杀气，谢怀安直接冲过去，刀刺进青衣腹部，白婉也顺势补刀，兄妹配合的天衣无缝。还没来得及庆贺，刘子言的刀却刺向谢怀安，烛之龙出手救援，谢怀安重伤昏迷。大家都很担心，只有白婉坚信哥哥不会死。谢怀安昏迷前叮嘱白婉继续复仇，白婉一边实施计划，一边把护身符送给哥哥。昏迷中的谢怀安梦到父亲，向父亲倾诉这些年的苦楚和对妹妹的深情。10岁那年，他带着妹妹逃亡，走了70里路，几乎撑不住，把妹妹藏在草房里，自己去找吃的。回来时，妹妹已不见踪影。他循着灯光找到妹妹，发现她被一家好心人收养。为了让妹妹安稳生活，他没有认亲，在芦苇荡撑了7年船，直到确信养父母待妹妹很好，他才去了淮南。这段少年时期的守护和隐忍，真的很让人动容。谢怀安的父亲在梦中告诉他，不希望他一直活在仇恨里，让他好好活下去。但谢怀安无法放下，家仇不报枉为人子，这些年支撑他活下去的就是复仇。他愿意付出一切，只为让仇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醒来后，谢怀安和妹妹联手找到刘子言的仆人行子，复原当年场景，刀刃亲书。谢怀安没有给叔叔辩解的机会，压抑15年的愤怒终于喷发。当年的行子其实也是被逼无奈，在刘子言威胁下捅了刘子温一刀，否则家人都得死。行子宁愿一死，
只求谢怀安放过妻女。谢怀安却说他的债已经还清，让他和家人团聚。谢怀安只杀该杀的人，无辜的人绝不伤害。虽然复仇冷酷无情，他的内心却是善良仁义。他之后被忠犬引到父亲墓碑前，长安城的百姓感恩刘子温将军的大义，为他立碑，希望刘家后人能看到。谢怀安指尖划过墓碑，积攒多年隐忍、委屈和思念瞬间崩塌，跪得痛哭。长安城没有忘记父亲，他很欣慰。谢怀安的眼泪和梦中与父亲的对话，把父子情揉碎了砸在观众心上。最狠的复仇背后，其实藏着最柔软的亲情。程毅用层层递进的情绪和淋漓尽致的哭戏，把父子情深演得特别到位。其实《长安24计》能让这么多人喜欢，不只是因为复仇戏爽快，更在于他把亲情、兄妹情、父子情都表现得很真实。复仇和亲情本来就是两种极端情绪，能在一部剧里交错呈现，说明编剧、导演、演员都非常用心。观众能感受到那种浓烈的情感冲击，特别是在谢怀安跪在父亲墓碑前痛哭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忍不住跟着流泪。剧中的情感描写没有刻意煽情，而是通过人物的行为和对话自然流露。这种真实的情感才是让人共鸣的关键。除了情感层面，这部剧的复仇线也做得很扎实。谢怀安一路卧薪尝胆，不断筹谋，每一步都走得很稳。他不是一味冲动，而是有计划、有分寸的复仇。对仇人绝不手软，对无辜者绝不伤害。这种人物设定让他既有冷酷的一面，也有温柔的一面。观众既能感受到复仇的快感，又能体会到人性的温度。兄妹情也是这部剧的亮点之一。谢怀安和白婉虽然多年未见，但心里一直记挂着彼此。两人联手复仇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那种无声的默契和深刻的情谊，让人忍不住想起自己的亲人。剧里没有把兄妹情写得太夸张，而是通过细节展现。比如白婉坚信哥哥不会死，把护身符送给谢怀安，这些小动作都很真实。父子情也同样让人感动。谢怀安对父亲的愧疚和思念贯穿全剧，即使父亲已经去世，他依然在梦中和父亲对话，倾诉自己的苦楚。父亲希望儿子放下仇恨，好好生活，但谢怀安觉得家仇不报枉为人子。这种纠结和挣扎很有现实意义，很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情感困境。看到谢怀安痛哭，观众很容易产生共鸣。这部剧上线后，网络上讨论非常热烈。有人说复仇戏太爽，有人说亲情戏太感人。其实这两种情感都不冲突，反而相得益彰。复仇让人痛快，亲情让人柔软。正是因为这两种情感交错，才让《长安24计》如此出彩。从演员到编剧再到导演，这部剧的每个细节都做得很到位。程毅的演技让谢怀安这个角色鲜活立体，哭戏和情绪递进特别自然。李宗翰演的青衣也很出彩，冷静、阴鸷，让人心生畏惧。白婉的演员把妹妹的坚韧和善良演得很有层次。整个剧集的节奏把握得很好，情感和剧情交替推进，没有拖沓，也没有刻意煽情。总的来说，《长安24计》不仅是复仇剧，更是深刻的人性剧。它让我们看到复仇的冷酷，也看到亲情的温暖。谢怀安的复仇之路并不孤单，他有妹妹的支持，有父亲的思念，有自己的信仰。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，让人忍不住为他揪心，也为他喝彩。复仇与亲情，其实都藏在每个人心里，只是在不同的时刻被唤醒。这部剧带来的影响也很明显，观众被剧情吸引，讨论热烈，演员口碑提升。
国产剧的制作水平也再次被认可。复仇戏和亲情戏都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，不必只追求爽快，也能有温度。未来的国产剧如果能继续这种风格，注重情感与人物塑造，相信会越来越受欢迎。长安24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证明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好剧：复仇爽感爆棚，亲情刀人入心，观众真的爱不释手。